2049年，一场太阳耀斑席卷全球，地球爆发覆盖式气象事故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却给人类惨痛一击。幸运存活下来的人类艰难逃到地下避难所，但一名老人却与众人背道而驰。What about him? He's staying. 孤身一人来到了地球唯二的天文台。老人是一名出色的天文学家，但却身患绝症，每天靠着药物与血液透析维持生命。他不想浪费地下避难所有限的物资，即使老人知道去了避难所里的人也存活不了多久，但老博士还是选择孤身一人留在了硕大的天文台。老人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下棋，而他每天必须要做的是盯着这些天文仪器反复观看。这天，老博士发现地球上还有一艘飞船正在飞行。 List active missions. Orion 2 inactive. Ether active. Jason Show me 4. ether. 原来早在几十年前，老博士大胆提出名为 K23 的行星可能适宜人类的居住。4年前，宇航局派出了当下最为先进的飞船前去勘测，而它正是地球上最后一艘运行的飞船。飞船预计11小时后抵达地球通讯范围。老博士守在观测仪器前，焦急地等待飞船传回来的通讯信息。突然，厨房的火焰报警器却响了起来。老博士急忙进去灭火。灭完火后，老博士累瘫在地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名小女孩。老博士立马联系地下避难所，想将女孩送回去，可等了半宿，迟迟没有回应。他决定将小女孩留在自己身边，一老一小没有任何交流。老博士细心地照顾着女孩的起居。终于，飞船进入了地球的通讯范围。博士试图与飞船取得联系，但尝试了无数次都未能成功。 This is Barbo Observatory. Are you receiving this? Come in, ether. This is Barbo Observatory. Are you receiving this? 确认自己的仪器没有任何问题后，老博士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自己所在的天文台信号太弱，无法将自己的通讯信息发出。但他知道离这儿不远处还有一座气象台。 Lake Hazen. It's a weather station. You get to that antenna, somebody will hear us. 那里的信号有卫星的接收，于是老人带着透析仪器和药物，还有小女孩，踏上了未知的路。去往气象台的路途远超老博士的预想，周遭不仅有存活的野兽，还要接受气象的摧残。老博士在天黑前找到一处方舟，两人决定晚上在这里休息过夜。到了晚上，冰川居然开始融化。方舟瞬间掉进海里，老博士还想抢救一下透析仪器和雪地摩托，结果自己还掉进了海里。老博士拼尽全力，这才从水里爬了出来。没了雪地摩托，两人只能徒步前行。更糟糕的是，老博士没了透析仪，药物也马上就要见底。他好像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可是外面的风暴并不可怜他们，更大的危机在等着他们。2049年的一场气象事故，人类面临灭绝之灾，而人类最后的希望正是孤独前行的老博士与小女孩。为了与外太空的飞船建立联系，老博士他们必须徒步穿越风暴天气。 You keep going that direction. 一路气象恶劣，道路险象环生，甚至遇上了百年难遇的北极风暴。老博士一不小心弄丢了小女孩，他焦急地在雪暴中开枪，想让小女孩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几个小时后，风暴终于过去，小女孩奇迹般地回到了老博士身边。最终两人终于来到了气象站。飞船上除了船长还有4位队员，他们结束了为期4年的太空漂流生活，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即使到现在也没收到家乡传来的讯息，但依旧无法掩盖众人脸上的激动之情。突然，控制室警报响了起来。 We've deviated off course. How far? It's impossible to tell yet. Auto deactivated at some. Normal navigation. So we're off course? How far? No idea. 飞船脱离了指定轨道，虽然绕行可以回到地球，但中间要穿过一段未知区域。船长深思熟虑后，选择了冒险一试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会出意外。就在这时，老博士与飞船取得了联系。船长焦急地询问为什么收不到其余战团的消息。老博士本打算娓娓道来，却突然再次听不到飞船的声音。 Started. Also, we'll tell you. Ethan, do you copy? 原来飞船在穿越未知区域时，无数的太空陨石疯狂撞击飞船，重创了很多部件，其中包括通讯系统。 The hell is that?
That's what happens when you find the goddamn door. 通过对破坏部位的判定，要想修好需要宇航员出舱完成。很快，船长确定了出舱的3位宇航员。 Never view quite like it. 3人来到飞船外部，投入维修工作，很快修复了遭中部位。就当宇航员返回舱内时，一波小型陨石再次袭来，宇航员急忙紧贴飞船外壁。这段时间对宇航员来说是漫长的，好在众人全部躲了过去。几人以为安全了的时候，一名女队员的防护罩内出现了一滴鲜血。 Help me. Maya? Penetration wound. Sanchez have medpack ready to meet us in the airlock. 这表示着他受到了穿透伤害，需要立即治疗。回到飞船后，众人打开女队员的头盔后，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。 That's too much blood. 女队员直接没了生气，大家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实。不过好在他们修好了通讯系统，此时飞船也到达了地球的上空。可现在的地球呈暗黄色，没了往日的生气。地表上随处可见的巨大风暴，让几名队员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他们再次与老博士建立联系，在老博士口中得知，现在的地球犹如已经毁灭了一般。他和女孩是地表唯一幸存的人类。相比于地球的恶劣环境，宇航员之前勘测的 K23行星更适合人类的居住。老博士想要让他们回到那里，飞船借用地球的引力足够提供回去 K23 的动力，但队员们发生了内部的分歧。5名宇航员前去勘测适宜人类居住的第2行星，在这里有生命的起源水，有人类生存的氧气，各种现象表明符合人类生存的环境。他们承载着飞船想将这个好消息带回地球，可来到地球上空发现，此时的地球再无往日的生气，地表各处充斥着风暴，地球已经面临崩溃，幸存的人类也寥寥无几。相比于地球，他们勘测的行星更适合人类的居住。老博士想要将他们劝返，可不是所有人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。 Was to go to K23, turn around, and come home. 有位船员在返航时就对家人心心念念，现在已经到了地球上空，即使不知道家人的死活，但他还是想要下去看看。于是他向船长申请回到地球。飞船上有2架返回舱，自己使用一台不会影响到其余人。船长不舍得表达了同意。临走前，另一名男队员也选择回去，他同样是心系家人，而且他想将之前死去的女队友带回去，让她落叶归根。 Hope you find your family. 就这样，2人一失回到了地球。飞船上也只剩下2人，他们承载着人类最后的希望。他们调转航向，向 K23驶去，开启新生活。2人在离开前向老博士表达了谢意，正因为有了他，他们才能再次前往 K23寻找一线生机。回到地球的2人才能完成自己的夙愿。他们给老博士描绘了美丽的 K23星球，老博士就带着女孩望向茫茫的夜空。慢慢的，小女孩没了踪影，可能小女孩从一开始就是老博士想象出来的吧。 他可能想起了自己的女儿，又或者是找寻心灵深处最简单的慰藉。而飞船上的2人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联系的地球后，开始收拾通讯系统。电影也在2人的忙碌下结束。这部投资超过1亿的电影，不仅有波澜壮阔的特效，更有让人深思的主线剧情。导演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拍摄了出来，就连地球是怎么毁灭，他都觉得不重要，只是模糊带过。而飞船上的2人，作为人类最后的延续，生活在这遥远的行星里。